Hello，大家好，我们直接切入今天的重点。你是不是也遇过这种超矛盾的情况？明明每天吃着完美的绿色原型食物，甚至还精打细算每一卡的热量跟营养素，但你却还是觉得每天都精疲力尽，动不动就焦虑，甚至有一种天哪，我是不是提早老了的感觉？这到底是为什么？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将一起来破解这个困扰超多人的健康盲区，并且给你一份最精准的修复指南。首先呢，我们得先厘清一个概念，这叫做隐匿性的细胞饥饿。你知道吗？现代人虽然吃尽了满满一整桌的食物，但其实身体最基础的微观运作很可能正在宕机停滞。这其实就像是温水煮青蛙一样，它不会让你马上病倒，但却会悄悄地把你的长寿基因给关掉，然后引发一连串的代谢失调。我们打个比方好了哦，想象你的身体是一辆顶级跑车，你每天车进去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跟蛋白质，其实就像是车子的燃料跟机油。但是如果少了镁与锌这两个在微观层面的细胞火星塞，就算你加了再顶级、再贵的油，你的生化引擎根本连点火都点不起来，一切都是徒劳无功。今天我们会从5个面向来帮你把这台引擎修好，从找出消失的火星塞，破解能量与免疫机制，揪出日常饮食里的植酸陷阱，教你挑选高吸收的形态，最后再给你一套实战的早新完美策略。好，马上进入第一部分，消失的细胞火星塞。这真的是一个无形的营养缺乏。老实说，现实状况蛮惊人的。根据研究数据，欧美竟然有高达50%的人口身体里根本没有足够的镁，而全球也有超过17%的人缺锌。这两种无形的营养缺乏，正不知不觉地抽干你细胞的活力。接着来看第二部分，能量与免疫机制。我们现在换上生医专家的滤镜，潜入微观世界，来看看为什么这两种特定的矿物质有办法完全控制你的细胞能量和内分泌平衡。镁说白了就是你体内超过300种，甚至高达600种酵素反应的总开关。最关键的一点是，它必须跟 ATP， 也就是3磷酸腺苷绑定在一起，形成 MgATP 复合体。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只要没有镁，你的身体实际上连一丁点能量都制造不出来，也用不了。这就是你一天到晚觉得累到不行的微观真相。那锌呢？锌可以说是内分泌系统的总工程师。我们的胰脏必须靠一种叫做 ZNT8 的特定转运蛋白，把锌打进囊泡里，才有办法把胰岛素组装成稳定的结构释放出去。还不止这样哦，锌也是把非活性的甲状腺素转换成高活性 T3 的核心枢纽。一旦缺锌，你的血糖跟甲状腺代谢绝对是全面失守。不过重点来了，我们进入第3部分，隐藏的植酸陷阱。你有想过吗？为什么吃着大家都说棒的健康饮食，像是满满的深绿色蔬菜、坚果还有全谷物，反而会阻碍你的矿物质吸收？听起来超不合理，对吧？这个无形的窃贼就是植酸。存在于全谷物、豆类和菠菜里的植酸，身上带着超强的负电荷，一进到你的肠道里，简直就像一块超级磁铁。它会无情地锁死那些带正电荷的镁和锌，变成一团人体根本没办法吸收的结块。所以你懂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明明吃得很健康，细胞却还是在饿肚子，因为营养全被这个小偷给顺手牵羊了。临床数据更点出了一个会让人吓一跳的数字：当你吃下肚的植酸与锌的摩尔比例一旦超过15，你肠胃对锌的吸收率就会像跳水一样暴跌，直接惨跌到15% 以下。这对营养吸收来说真的是非常严重的阻碍。但先别急着把生菜沙拉倒掉，解法其实很简单。我们完全不需要放弃这些超棒的植物性食物，只要透过一些传统的食物处理智慧，像是浸泡、发芽或者是发酵，就能轻松分解掉植酸，把你被锁死的矿物质给释放出来。解决了饮食陷阱，我们来到第4部分，精准高吸收形态。如果我们要吃补充剂，那就得撕开那些夸大的抗老行销包装，用严格的科学数据来检视什么才是真正的高吸收率。走进药妆店，架上的补充剂看起来都很像，
但吸收率真的是天壤之别。像是便宜的氧化镁，吸收率居然只有4% 左右，而且吃多了还容易狂拉肚子。另外，像硫酸锌也是很容易让你肠胃绞痛。真正有科学背书的螯合形态补充剂，对肠胃温和，吸收率极高。毕竟我们要的是把营养吃进细胞里，而不是吃进去然后原封不动排到马桶里，对吧？而且选对哪一种螯合镁也很关键，它们各自有专属的任务。如果你想改善睡眠、缓解焦虑，那首选绝对是甘盐酸镁。如果是早上起来就觉得好累，想帮粒线体充电，对抗慢性疲劳，那就挑苹果酸镁。那如果你是想要穿透血脑屏障，赶走脑雾，L 苏氨酸镁就是你的最佳神队友，精准对症下药才是王道。锌也是一样的道理哦。吡啶甲酸锌和葡萄糖酸锌是你修复免疫跟甲状腺系统的最好选择。最赞的是，它们能帮你避开补充锌最让人受不了的副作用，也就是那种想吐跟胃痛的感觉。不过这边我要稍微踩个刹车，给大家一个严肃的生意警告。现在很流行那种极高剂量狂吞锌的生物骇客吃法，这其实超危险。过量的锌在肠道里会跟铜打架，产生强烈的吸收竞争，把铜通通赶出体外，最后甚至会引发神经退化。所以记住，维持8:1到15:1的锌铜比例，精准意味着刚刚好，绝对不是吃越多越好。最后来到第5部分，早锌晚镁黄金补充法则。我们现在就把刚刚讲的科学知识变成一套你每天都能无脑照着做，而且效果加成的实战策略，帮你彻底改写细胞的老化程式。这套策略非常直观，就是早锌晚镁。时间点真的太重要了。白天你需要能量，需要代谢，所以把锌安排在早上随餐吃，顺便吃点苹果酸镁帮粒线体发电。到了晚上，身体需要休息了，就在睡前30到60分钟吃甘蓝酸镁来镇静神经，顺应你身体自然的生理时钟，效果保证事半功倍。还有别忘了打群架的概念，这些矿物质在体内是需要神队友协作的。你可以把镁搭配维生素 B6 一起吃， B6 就像是一台专属货车，能主动把镁运送进细胞里，浓度直接飙升30%到40%。同时也别忘了维生素 D3 和 K2， 它们是镁的最佳战友。提到 D3， 就不得不提一个大家常犯的超危险错误，叫做钙矛盾。简单说，如果你死命的吞超高剂量的维生素 D， 却没有镁跟 K2 来帮忙踩刹车引导，那些钙质就不会乖乖跑进骨头里，反而会跑去硬化你的血管跟软组织。这绝对是你必须避开的大地雷。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优化镁与锌这2颗细胞活性塞，绝对不是随便吞保健食品而已。我们是在重置你的生物时钟，从微观层面去对抗系统性的衰老。只要换上这2颗高效的活性塞，你绝对能迎来更有活力、健康余命更长的人生。那么，你准备好开始行动了吗？今天的解释就到这边，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我们下次见喽。